说要重新选班干部。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大三了，还折腾个干嘛呀？我终于可以折腾了。全国海洋，因为他在咱们班，搞得我以为挂科贼容易，学分各种不够。结果2年了，不仅风平浪静，我连个反面教材都算不上。终于没有拖油瓶了。反面教材也是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就是，现在升学对我来说毫无压力，就连系列委员我都不打算当。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心理委员候选人毕13。经过2年的等待，我终于可以站在这里，一吐心中对这一神圣职位的向往。现在，我已经准备好，随时迎接你们大三的狂风骤雨。为什么是这4个字呢？为什么？小餐厅、红大运都不行了。我在社会里最多就是这么多，我跟你说，红大运家怎么样？饭家。大三了，恭喜你们。但遗憾的是，我还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也就注定了你们这学年不会好过。今天的班会有2个主题，第2个主题重新竞选班干部。至于第1个主题，什么是大三？有没有谁可以自发地说一下，自己成为大3的学生之后有哪些心态上的转变？很好，你们没有任何转变。这种没有变化不仅直接体现在你们的假期作业上，还是对你们上学期不知进取、没羞没臊的直接传承。唯一一个能够看出明显进步的，是 B13的作品。火星吗？对呀，我会给他满分。尽管他拍摄的是一段记录火星的特效短片。完全脱离了作业实拍的要求，但这对于大2的学生来说，这很令人不可思议。B13，说一说，你上大3之后，觉得自己有哪些转变？回答完这个问题，可以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吗？早说完早散会，大家都忙着呢。我长高了。好，心态上的。我希望大家做事再效率一些，那些没有用的最好直接跳过。好，大3就是要讲究高效。实际上，大3才是你们在学校学习的最后1年。等你们到了大4之后，就会发现，不仅是学业课程大幅度的减少，你们身边的人更是该实习的实习，该考研的考研，该出国的拼着命的学英语。到了那个时候，再想沉下心来去提升自己的专业是不可能的，所以把大3压缩成2年来过。如果再像之前那样浑浑噩噩的话，到了大4迎接你们的将是最悲惨的下场。你觉得大3应该怎么做？应该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位，然后挨过那些没用的、浪费时间的、警示世人的、振奋人心的浮夸之后，抓住机会直奔主题。这正是我要对你们说的。大3说白了，就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在这当中，你们会受到很多的诱惑，但那些未必是最适合你们的。在反复探索最适合的过程中，却又是最迷茫和最慌乱的。如何去经历并且控制自己的心态，才是你们整个大3的真正课题。仔细想一想吧，你们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在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前，任何人不准出去实习。跟实习上来见。对啊。
想明白和想不明白这件事儿，怎么界定呢？无法界定。所以，万一你们到了最后都没想明白，那也不稀奇。因此，我给你们半年的时间，整个大三上学期，所有人给我待在学校里，把这个问题给想清楚，并且磨砺自己的专业。任何人严禁出去实习。那您总不可能每天24小时都盯着我们吧？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利用周六周日的机会悄悄出去接一些拍摄婚礼的私活赚外快。大一大二的时候，没有人管你们，拍拍也就算了。但这些对于大三的学生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已经和教务处沟通过了，从大三开始，我出境记者的专业课改为每周六周日的上午。上午？不是，周六周日还得早起啊。没事儿，二婚一般是下午。下午是我的纪录片分析与创作课，我将会一一点名。而我本来专业课的时间改为公选课。大三太难受了，高中都没有这么严啊！按他这排法，我们大三下学期可能就全都空了。你现在活这学期再说半年。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也许你们会觉得我今天说的言过其实，或者你们觉得我有病，无所谓。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大学生观念中的变化、差距的拉开，还有人生的转变，都是在这大三的1年里面发生的。我只是不希望等到大四，电编班的人拿到的好工作一个又一个，而你们等到那时候才来烦我，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可以介绍。我丢不起那个人。好了，你们开始该选班干部了。有没有要竞选班长的呀？加两句。我大一的时候有很多缺点，不求上进，情绪化，压力太大的时候会崩溃。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正，但我已经有所改善。这就是大学前2年的时光给我的馈赠。而我们所有人在时光面前都是平等的。在封老师眼中，我们的专业也许不是特别好，但请相信，我们一直都有在默默的改善。虽然到大三了，大家可能会有压力，会慌张，会迷茫，但也要相信，这只是我们人生的常态，我们会过去的。而我会尽全力做到一点，不让这个班散掉。说的那么好听，那么接下来就由班长卢桥川主持。记得把职务名单报给我。没问题。你们前2年的学习委员都是中白吗？当然。当时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吗？当然。来，咱们开始选班干部了。接下来是副班长，有要竞选副班长的吗？副班长啊，多好的职位，没有人要竞选吗？你就不觉得班长、副班长这种职位费力不讨好吗？同样是2学分，干的活比其他干部干的活都多。要是没有人竞选的话，你就要自动连任，你知道的吧？我知道，就是想抱怨几句。希望下学期咱们班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全班同学能够配合一下可怜的班长和副班长。接下来是体育委员，有要竞选体育委员的吗？
你们现在对自己的学习是有多自信？2个学分呢？2学分呢？你们有所不知罢了。体育委员也是要干活的，每年在你们最不在乎的体育考试之后，我都要组织不及格的人去参加补考。还有那些又不及格又不要脸的同学，要求我直接替他们补考。谁呀？其实体育部每年也会举办很多活动，我是挨家挨户的通知，但因为不是强制性的，所以你们这群懒鬼没有一个人报名，导致最后我只能拖着我同宿舍的3个男生一起去被人嘲笑。是因为太弱了，导致成绩不理想吗？篮球比赛。好了，你别抱怨了，这个学期我全力配合你，你继续。你能配合我干啥呀？我们啥也不能干，但我们配合。好了，江云明连任体委。接下来是学习委员。我要当学习委员。我也要当学习委员。为什么？我上学期挂了一科，可能需要2学分续命。什么活都不用干，还能得2学分？我比中班学习好。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啊。那我就不当了。你们3个抽签决定吧。抽什么签？这个需要投票。王维龙当选学习委员。谢谢。选举继续，接下来是文艺委员。我上学期挂了科，2学分续命。学习差就应该好好学习。啥活不干，拿2学分？我干的活可多了去了。比如，我干的活能给你说1年。行了，别举例了，他俩真干老多了，成天到晚就捣鼓唯一那点破事儿。好，于浩连任。接下来是心理委员。我要竞选。挂科续命。贪婪2学分。要不浩哥，你还是举例一下，跟他俩竞争。我声音别干，怕我结果不好。没事儿，欢迎竞争。真的吗？为什么是这4个字呢？2年了，我站在这里的竞选理由，跟我大1时候一样，我初心不忘。但2年了，我们忘了。当年，我们班有一个女生，时不时过来骚扰我，跟我说一些有的没的。但我以钢铁般的心理素质挺过来了。当时我就说过，如果连她我都能忍，那你们我也能忍。事实上，我也做到了。在随后的1年，我们班上又有一位，我就不直接说出她名字的女生，变本加厉地过来骚扰我，跟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更有甚者，在我面前耍酒疯，下诅咒，诅咒我和这个情商极低且心理素质极差的女生越玩越好。这就是狂风骤雨，而这些我都挺过来了。试问一下，我们班还有谁比我更有资格胜任这一职位？是挂了科需要续命的吗？不，他需要的是学习辅导。是网称这个职位无所事事，却又能同时拥有2个学分的吗？不，但他真的需要心理辅导。是这位，我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才能可以跟我同台站在这里。说完了吗？你说吧。你俩弃选吧，为什么？因为我比你俩学习好，更能胜任这个。学习委员的竞选都已经过去多少轮了？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站在这里。我竞选心理委员，是为了我最好的朋友。当然，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事和他有关。我很心疼他，他又美又惨。大2时，他和一个渣男打了一个特别无聊的赌。这个赌在我看来，是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很大的缺口。而随着和他的相处，我慢慢发现了真相，他的缺口就是这位坑。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对这个坑如此的劳心伤神，我更不知道为什么他最后竟然跳过这个坑，直接选择了跟他打赌的那个渣男在一起。我很担心他。我谢谢你们二位。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你？你们俩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立刻竞选心理委员。班干部可以身兼数职吗？该你俩了。你们3个平分了我的票，不然我将会是全票通过。这不是废话。你们俩分了我的票，不然这会儿我已经赢了。你们俩再来一轮，各自简短发言，然后我们尽快推动，后面还有好多职位呢啊！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不是只想竞选心理委员吗？你为什么不早点对他俩说？行了，你的竞争对手在这儿呢。啊，要不你换个职位吧？怕了吗？班长，我先说吧。各位，其实我一直对心理学这个领域很感兴趣。在此之前，我也有拜读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比如菲利普·津巴多的《津巴多普通心理学》与丹尼尔·格尔曼的成名巨作《情商》等。我甚至有打算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报读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所以，希望新的一年在与各位的相处中，真正帮助到大家。你刚才说的那2本书是真实存在的？当然。那你知道他们的作者生平吗？我们都不想知道。哎，你赶紧发言吧，啊，好好说。你刚才说你打算报考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请问你考到了吗？现在考不了，没毕业。好高骛远。那请问你毕业了靠什么找工作？身份证吗？在现在这个时代，找工作靠的是什么？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狂风骤雨，而是证件。毕业证、学位证、4级证、6级证、专8证、驾照、普通话等级资格证等等。有了这些证件，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就会很清晰地知道你的综合实力。我相信各位其实心理都很健康，根本不需要心理辅导。而我能做的，就是解决各位在大3时遇到的慌张和迷茫。封老师说，给我们半个学期的时间去摸索。在此，心理委员承诺，给我半个月，药到病除。投票吧。实至名归。谢谢。没什么，你得偿所愿。谢谢你让我发表获选感言的机会。没这个机会。下面是团支书，有要竞选团支书的吗？舒慈啊，没人竞选，那就是你连任了啊。好。接下来是生活委员，就是管钱的职位。非常开心能够站在这里，只能说我等这一刻等了太久太久。有多久呢？让我们把时光追溯到我第一次落选的时刻。那一年，半路杀出了一匹黑马萧海洋，把我杀了个措手不及，让我与这个神圣的职位失之交臂。正如津巴多普通心理学所说，我发现自己喜欢与他人接近的程度，
总是超出他人愿意与我接近的程度。是的，我当然也读过，而我会尽可能缩短这一距离。这就是我这2年为了这个职位所做出的努力。多谢大家选我成为了新一届的心理委员，并且听完了我的获奖感言。谢谢大家。掌声呢？我后悔投他了，我后悔卸任了。我有种预感，这个获奖感言并不是结束，只是个开始。你们名片上面有写预约时间吗？下午2点48叫304心理咨询室，不见不散。我是中午11点半。我觉得不去也没啥事儿。名片上写的预约时间是凌晨5点半。现在已经6点半了。同学们好，点名啦！吴阳到，刘可欣到，刘天一到，刘峰。你们今天早上收到13的名片了吗？王居正到。我一醒来，枕边就躺了一张卡票，太可怕了，吓死我了。张七胆儿咋那么小呢？就是躺了卡片，不是躺个人。就是，感觉就像 B13躺在我身边一样。他又不是我们宿舍的，他是怎么进来的？他什么时候进来的？他进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察觉？你们半夜睡觉没关门呗？我们关门了，1楼还有楼妈。我们住3楼，窗外还有铁栅栏。许肖汉，除非有内鬼。阮梦雨到。我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明明都说了，就好像 B13躺在你旁边一样。B13到。你们有谁的卡片上的时间是8点之后吗？我的。那你怎么不跟他说一声你不去了呢？我说了，他说我不去，自然还有其他人会去。新学期正式开学的第1天，你翘了2节课。那堂电视节目市场研究没有任何用。你不能因为你会就觉得这堂课没有用。怎么？作者生平告诉你这堂课没用吗？是的。这本书的出版时间还是2008年。里面列举的那些电视节目我们都没看过，而新的那些电视节目作者还没看过。一堂研究课完全与时代脱节，既没有信息量，也没有时效性。那我们学它的意义何在？如果想要充实这方面的知识，不如多上网看看最近更新的论文和资料，反而会更有效。这么说，你旷课还有理了？主
主要是担心如果有人来了，我不在，他们会很失落。你一天约24个人，确实太多了。海洋那会儿1个月约2个人就够了。不行，这样15天之内会完不成我的大计划。没人当真，你太高估咱们班的配合性了。是他们低估了心理委员的韧性。希望你今天下午回去以后，把我的优秀散播给大家。你哪来的自信？没有人可以孤独的、无休止的等下去。通过扭动这个转钮呢，我们就可以把2段视频剪接在一起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老师，这个剪辑方式有什么特殊性吗？在这个行业用电脑剪辑软件之前，视频都是用这种线性编辑器做出来的。那它和用电脑剪出来的视频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就在于现在的电脑软件剪辑，它的功能更多、更强大，也更方便。啊？那古董吗？那拿它来干嘛？练手。哎，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同学，你说。但是现在电视台的一些工作岗位还是会用到这种对编机的，对吗？不，像这种机器能完好的保留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人们都用电脑软件进行剪辑了，没有人会用这种机器的，它的功效太低，而且操作非常麻烦。那我们学它干啥？你们需要完整的了解我们剪辑行业的进程啊。原来这是一堂历史课啊！我们打开 Remote 键，通过扭动这个转钮，我们选取一个点 ，Enter In， 再扭动这个转钮，选取一个点。我看了我们整个学期的课程，真正和专业相关只有这一堂和冯老师的2堂，但这堂感觉没什么用啊。先不说这个了，优秀的 B13还在一个人苦苦的等待。班长有空麻烦关心一下。就是没啥用。这堂课早该入土了。学校保留这堂课，就是为了炫耀我们还有那些古董机。那我们大3能学到的东西真的不多啊。封老师的课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含金量最高的。至于其他的那些课，李舒慈和我在大2的时候，基本都去蹭过一轮了。据我所知，舒慈甚至连结课论文都写好了。那些课有意义吗？有没有意义都得学啊。万一最后完全没用呢？那万一最后有点用呢？当你没有用到它之前，它永远无用。这就是薛定谔的学习。嘿，你现在好吗？是否像我一样怀念那些旧时光？嘿，就这样好吗？让夏夜的凉爽带我们回到学校的操场，那是我无法忘记的地方，像从未醒来的梦一样，暖暖阳光直射的脸庞，那个女孩我不曾遗忘。我们一直在路上奔跑在一头执迷的方向，那曾是我的天堂，一雪风霜到不了的地方。亲爱的手不能放，我们说好要一起去流浪。人生路途漫长，我们不要失散在人海茫茫。
我们一直在路上奔跑在一同执迷的方向，那曾是我的天堂，雨雪风霜到不了的地方。亲爱的手不能放，我们说好要一起去流浪。人生路途漫长，我们不要失散在人海茫茫。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我们一起同苦闯。